大家望住中東地緣政治個火藥桶隨時引爆，布蘭特期油企穩喺$105樓上，但係華爾街班大戶根本完全無視呢啲硝煙。標普500同納指齊齊創出歷史新高，費城半導體指數更加係連升18日。老實講，你哋過去有冇見過呢一種 to the moon 走法？冇錯，呢個就係資金全面集中喺科技股嘅結構性爆發行情。英特爾單日狂飆23.6%，股價直接突破科網泡沫時期嘅高點。輝達更加係重返美股王者寶座，市值暴增到5.12萬億美元，比 Alphabet 足足多出1萬億美元。呢個就係市場最真實嘅冷酷邏輯，資本從來唔講溫情，只係會瘋狂擁抱有確定性嘅算力基礎設施。好，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照舊要提一提大家，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只作資訊交流用途，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當然，最重要嘅係，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 share，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點解美股可以喺戰火邊緣企得咁穩？底層邏輯就係增長焦慮之下嘅大戶抱團取暖。美國司法部啱啱宣布結束針對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大樓翻新工程超支嘅刑事調查，呢個舉動直接幫下任主席沃什喺國會嘅確認程序鋪平咗條路，政策不確定性暫時消除，10年期債息亦都稍微回落到4.298厘。但係你睇翻實體經濟嘅數據，美國4月密歇根大學消費信心指數終值報49.8，創下紀錄新低，而未來一年通脹預期高達4.7%。高通脹加上消費信心跌入冰點，但係資金依然源源不絕咁湧入美股。美國銀行數據顯示，單週就有180億美元流入美股基金。呢種名義增長同實體感受嘅嚴重背離，正正反映出資本為咗避險，出於人類演化中尋求安全感嘅本能，寧願盲目去追逐嗰啲擁有絕對定價權嘅超級科技巨頭。依家嘅市場異常現象，絕對係歷史級別嘅。我哋見到一場針對傳統軟件巨頭嘅大屠殺，然後資金極速大遷徙去硬件層面。自從 ChatGPT 推出以嚟，AI 相關公司喺標普500嘅權重已經由25%暴增到逼近45%。當 AI 代理可以直接完成複雜嘅工作流程，傳統 SaaS 軟件嘅護城河就開始崩塌。挪威主權財富基金首季嘅虧損報告已經督爆咗呢個痛點，觸發咗軟件服務股嘅拋售潮。所以你見到 IBM 呢啲軟件股捱沽，但英特爾就因為 AI 代理帶動產品需求而暴力拉升。同時間，一級市場嘅泡沫亦都極速膨脹。OpenAI 嘅估值正式突破1萬億美元 ，SpaceX 同 Anthropic 都不遑多讓。呢啲萬億級別嘅非上市怪獸，反映出市場對通用人工智能嗰種宗教式嘅狂熱。投資人驚死俾新時代拋棄，寧願瘋狂抬轎都要買張通往未來嘅船票。呢個就係典型嘅從眾心理同錯失恐懼。面對呢種結構性板塊輪動同埋地緣政治嘅雙重夾擊，散戶好多時都會死喺追高殺低。英倫銀行副行長都警告，資產價格處於歷史高位，隨時有調整風險。我核心策略係維持硬體算力嘅底倉唔變，因為你冇可能單憑恐懼去做空一個處於極限動量嘅趨勢。但係我認為可以考慮利用近期波動，適當地對沖地緣尾部風險。投資好似坐過山車咁，依家架車衝緊上頂，留喺舞池繼續跳舞係理性嘅，但你一定要望實個逃生門喺邊。大市雖然強勁，但我絕對唔會喺呢個水位盲目增加槓桿，反而會密切注視大戶資金流向，等待波動率回歸帶來嘅錯殺機會。掃描一下市場橫切面，你會發現資金流向非常極端。科技巨頭同半導體板塊係絕對嘅吸金黑洞。英特爾交出咗一份震撼華爾街嘅第一季財報，經調整後嘅 EPS 錄得0.29美元，遠超預期。毛利率亦攀升到41.0%。雖然國際會計準則下嘅賬面上有高達31億美元嘅營運虧損同埋負嘅自由現金流，但係市場根本唔在乎。點解？因為定價邏輯發生咗根本性轉移，由為 GPU 論轉向 AI 代理驅動嘅 CPU 復興。市場買嘅係英特爾利用美國本土產能同邊緣算力需求重新卡位嘅未來。除咗科技股，防禦性板塊都有異動。寶潔上季銷售強勁，帶動股價抽高2.5%。相反，禮尼就因為新減肥藥銷情冇驚喜而急挫3.7%。呢啲細節話俾我哋知，市場資金變得極度挑剔，容唔下任何缺乏業績支撐或者增長放緩嘅故事。今日想深入探討嘅重大主題就係算力市值超越傳統金融帝國嘅殘酷現實。大家知唔知台灣股市總市值已經達到4.14萬億美元，正式超越英國嘅4.09萬億美元？呢個絕對唔單止係數字遊戲。台積電一家獨大佔據40%權重。呢件事揭示咗一個冷酷嘅真相，喺 AI 時代，控制實體算力節點嘅價值已經徹底碾壓咗傳統嘅金融定價中心。
四大雲端巨頭今年預計狂抌超過6500億美元資本開支，為咗搶建數據中心，甚至連變壓器都供不應求。呢場冇退路嘅軍備競賽，迫使超大規模雲端服務商將2028年嘅資本支出預估暴力上修到逼近8000億美元。佢哋陷入咗囚徒困境。依家砸錢未必有短期回報，但唔砸錢，未來就會徹底被淘汰出局。特斯拉嘅馬斯克亦都宣告，今年將會燒超過250億美元資本開支，將公司重塑為壓住人類勞動力終結嘅基礎設施公司。只要呢種算力焦慮一日存在，資金就會繼續瘋狂湧入半導體硬件供應鏈，將視野拉闊到全球宏觀層面。美元同外匯市場同樣暗潮洶湧，美匯指數稍微回落到98.5，日元就反彈到159.31對1美元，資金亦都加速流入避險同埋替代資產。加密貨幣基金單周吸資17億美元，創7周新高，比特幣企穩喺77000美元樓上。至於原油市場，雖然白宮確認美國特使同特朗普女婿準備去巴基斯坦，嘗試同伊朗外長進行摸底談判，但係伊朗方面放風話拒絕直接對話。呢種極限施壓同政治博弈，令到布蘭特期油依然企硬喺105美元。地緣政治嘅火藥桶一日未拆除，油價同通脹嘅反噬就會一直喺暗處蟄伏。市場從來都係一台冇同理心嘅定價機器，佢依家選擇咗相信技術可以解決一切通脹同增長問題。喺算力巨獸狂歡嘅背後，係全球權力同資源嘅重新分配。想喺呢個極端撕裂嘅市場裏面生存，好似打機咁，你必須要比其他人睇得更深、更冷酷，睇穿市場定價背後嘅人性貪婪同恐懼。好，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